辉新明，华夏500年圣人出。古今中外各种寓言书籍中，如汉朝诸葛亮、马前客，唐朝李淳风、袁天罡、推背图，宋朝邵康节、梅花诗，明朝刘伯温、烧饼歌，法国诺查丹马斯、诸世纪，美国天才女预言家珍妮·迪克逊，火星男孩波利斯卡等，都谈到末世大灾难的到来，以及救世主圣人的出世。千年以来，世人纷纷试图从预言中找寻救世主圣人的踪迹，但却没有人能明确指出救世主圣人出现的时间地点。本篇将带领各位从地理位置、预言各种迹象，指出救世主圣人真主就在台湾。地球龙脉的发源于帕米尔高原，即是中国昆仑山的西边，有4条龙脉向东，2条龙脉向西，其中南龙一脉绵延喜马拉雅山，最后潜龙入海来到台湾。中国好像一只凤凰，台湾就是它最重要的命脉，其精力发源地。从天文的角度，台湾上空从1984年起至今都是太极的中心，也就是整个地球的气旋中心，也是台湾上空有个太极。2018年真主昭告世人的前一年，总共有24个台风迎向台湾而来，却在靠近台湾时突然转向，证明台湾的上空有一个防护罩保护着，象征着世界救世主降生在台湾台北。2005年，荷兰科学家亚伯，他发现台湾土地能量世界第一，台湾被救世主强大的力量包围着。如今，真正的救世主已经现身，在2019年1月6号，真主少龙在台湾正式向全体人类声明：我向人类宣告，真主就是我。真主少龙出生于书香门第之家，如同推背图第47象所云：吴王吴帝定乾坤，来自田间第一人，好把旧书多读到，一言一出见英明。吴王吴帝定乾坤，吴王吴帝是指道本体、上帝、真主，而少龙的元神在天界是道本体、上帝、真主，因此诗句中吴王吴帝指的就是少龙，也就是说少龙之德气超然于万物，能驾天地，掌万物。来自田间第一人，指少龙从12重天下凡来到人间，生长在平凡的书香世家，而非王也非帝，更不是达官显贵。好把旧书多读到，一言一出见英明。在地球上，少龙道成肉身，是唯一可以清楚说明上帝创世纪缘由，能掌天地，了然古今中外的一切，所说的话都是真理，所教导的先天性灵脉轮修行法，是超越各宗教的修行方式，是人间所没有的。明朝有一位知名度的预言家刘伯温，他算出明朝、清朝及民国未来的情形都很准，甚至他神算出民国以后未来的情形。他写了《烧饼歌》有一段诗句，有这么一句：火德星君来下界，金殿楼台敬丙丁，一个胡子大将军，暗箭驰马查情形，除暴去患人多爱，永享九州金满盈。火德星君来下界，金殿楼台敬丙丁，这是指太阳即将掉落在太阳系，变成火海，把太阳系包括地球燃烧成灰土。一个胡子大将军，暗箭驰马查情形，这是指少龙在天界是最高神，统领天界所有神，是众神之主，即是上帝、真主、道本体，官号天斩大将军，手拿着一支先锋宝剑，骑着一匹白马，下凡来查人间纷乱情形。除暴去患人多爱，永享九州金满盈，这是指少龙在人间拿着先锋宝剑，斩除妖魔鬼怪众邪灵，使人类归于正途，人类皆臣服于少龙领导。少龙在现在地球还未被燃烧成灰土之前，立即飞到天地间，画出新太阳及太阳系10大行星，
创造出没有金钱制度、丰衣足食的灵性世界，由少龙带领着人类修道，丰衣足食、无忧无虑的生活。以下由少龙介绍创造出新世界、灵性世界的情形。一道映化出太极，我们从动画看到四周围环绕若金黄色形成一个圆圈，中间蒙蒙混沌一片，好像蛋包着蛋黄一样，就是道。道本身是一个先天虚无自然之事，蒙蒙无一物，这就是道教所称呼太乙境界，就是虚空虚无还未见气之境界，也可以说无声无嗅无相无名无形无始无终，生化不息，万物之母。道也是一切气磁场能量总原体，它本身是静态，当它动态时候，就发出一束道光气而映化出太极。二、太极互相滚动，化开天地。太极被道以动态运化生出之后，太极得动态而生出阳，动而后又静，静而又动态生出阴。此种一动一静，互相为根本，而划分出阴与阳。阳属于清气，升为天；阴属于浊气，降为地，而形成天清地浊。互相变化而形成天长地久的境地。三、天地之气互相交合，生出五行气。由于天清地浊之气互相交合，也就是太极一阴一阳互相滚动变合而瞬生出五行气：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。五种不同类之气各有其性，而且各个皆是独立不改性质。四、五行气互生出太初境界，由于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行气之产生，互相平衡，互相相辅成，而生化生出蒙蒙之气境界，也就是道教所称呼太初境界。这是物质性质气出生之境界。五、太初境界波动形成太始境界，由于太初境界之蒙蒙气受到道映化出太极，再由太极化开了天地，瞬生出了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行气，一连串之磁场波动，共振成道教所称的太始境界，也就是气的结构之境界，也是构成物质形体之原始。六、由太始境界演化生出太素境界，我们已经了解由气出生之演化，形成道教所称呼之太始境界。由于太始境界是气磁场
震动形成波纹而画出道家所称呼之太素境界。也就是说，气震动形成波纹，变化成万物，这种境界就是道家所称呼的太素境界。由此可见，太素境界就是万物之原始，万物包含着无数个银河系、各个物质的东西、各种星球及大自然界。七、万物之银河系，这是万物中之一银河系，而每一个银河系又包含着无数的太阳系，因此又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太阳系散布在银河系，包括现在我们居住的太阳系，而且必须以着道的规则运行，环绕着太阳。八、银河系中的太阳系，我们从动态画面看到，银河中画一个圆圈标示着太阳，这就是道所点化与开发的太阳系。太阳燃烧着，照耀着生命体，也就是人类目前所居住的太阳。我们看到的太阳系是银河系其中之一，而银河系又是万物中其中之一，相对的，太阳系也是万物中其之一。因此，太阳系每一个星球，包括地球，皆都必须以着道的规则轨道环绕着太阳运行。由此可见，道所画出的太阳系，只有地球才可以让人类居住。九、适合人类居住的地球。由此可见，地球也是万物中其中之一，因而地球在银河系及万物中里面显得很渺小。当道画出阴阳五行，而在画万物之后，渐渐演化形成银河系及太阳系。以下我们来看马前课的预言。中国三国时期著名的蜀汉丞相诸葛亮，其著作《马前课》共计14课，每一课预言一个历史时代。其中第12课整患救难，是为圣人，扬腹而至，毁极生光明。整患救难这句跟刘伯温烧饼歌除暴去患相吻合。是为圣人，这里圣人是指修行至高之人，也就是灵性至高之人，而不是坊间所讲政治及达官贵人，也不是学问很高之人，而是指道本体、上帝、真主，也就是指少龙。因为少龙的元神是天界最高之神，它可以神性给人类提高灵性。扬腹而至，毁极生光明，这句指以后新画出来的世界恢复到由神来治理，也就是由少龙治理，由黑暗生活变成光明生活。马前课第13课，闲不已也，天下一家，无名无德，光耀中华。闲不已也，天下一家，这句是指人类生长在新画出的地球上，每个人都有工作，人与人之间亲和善的相处，成为一家人。诗句中无名无德是指道本体、上帝、真主，而少龙的元神在天界是道本体、上帝、真主，因此诗句中无名无德就是指少龙。诗句中光耀中华，这是指少龙画出新地球，带领着有机缘的人类过着灵性上没有金钱制度的生活，而且所讲的语言是中华语言，没有其他语言。因为现在地球上所讲的语言，如英语、德语或其他语言，都是中华语言注音所演化出的语言，因此必须恢复到中华语言，这是自然现象。早在几千年前，少龙在七重天召见穆罕默德时，夜行登霄。少龙告诉他：“我即将下凡。”
当时穆罕默德也向人类们呼唤，当你们的主下来，你们不要背叛主。可能当时的人类们没有将这句话传下来给你们，以致造成少龙已下凡来救你们，可是你们没有感应到，而一直把少龙当作人类看待，因此你们已经背叛真主了。万物非主，唯有真主。如今天界所有神明之主，人类共主，真主少龙已经下凡昭告世人。然而现今的人类只沉迷于物质享乐，执着于宗教信仰，只信不修，正邪不分，自我设限宗教而分教派，以致造成纷乱不和。有自我必有纷乱，因为自我是邪魔的化身，因此宗教信仰就有邪魔控制作乱，这是人为因素所造成出来的，也是人类们心灵的问题。现在由真主少龙亲自说明少龙与现今5大宗教的关系。在基督教方面，少龙就是上帝，上帝就是少龙。因为耶稣跟上帝说他不下凡的，由此由上帝本身下凡。对这种言论，基督徒及信徒先不要否定，才不会触犯了你们所信仰的上帝及耶稣。先听少龙之歌去体悟，就明白少龙是谁。在天主教方面，少龙就是天主，天主就是少龙。因为耶稣跟上帝说他不下凡的，由此由上帝本身下凡。对这种言论，天主教徒及信徒先不要否定，才不会触犯了你们所信仰的上帝及耶稣。先听少龙的歌曲去体悟，就明白少龙是谁。在伊斯兰教方面，少龙就是真主，真主就是少龙。我曾经在七重天与穆罕默德见面，而且跟他说我即将下凡。对于这种言论，信仰伊斯兰教徒先不要否定，才不会触犯了你们所信仰的真主。先听少龙的歌曲，去体悟出少龙是谁。在道教方面，少龙就是道，道就是少龙。对于这种言论，信仰道教徒及信徒先不要否定，才不会触犯了你们信仰之道及神。先听少龙之歌去体悟，就明白少龙是谁。在佛教方面，少龙就是佛陀的师父，佛陀的师父就是少龙。对这种言论，信仰佛陀的教徒及信徒先不要否定，才不会触犯了你们所信仰的佛陀。先听少龙的歌去体悟少龙是谁。没有宗教信仰方面，少龙是天界最高的神，天界最高的神就是少龙，因为其他神不再下凡了。因此由我最高神，也就是万始之子下凡的。对这种言论，没有宗教信仰之人类先不要去否定。少龙是神，才不会触犯到上天。假若你有了困境，请求上天帮忙，才不会遭到上天遗弃。先听少龙的歌曲去体悟，少龙是人，是凡最高的神。基督教、天主教方面，上帝已经下凡，上帝来了，世人却还不认主。21世纪救世主少龙已经在台湾台北。伊斯兰教清真言：万物非主，唯有真主。穆罕默德是主使者。穆罕默德的使命是要世人认识真主，真主已现身，您是否顺服？道教方面，所谓起机、灵动，真的是神明的指示，还是邪魔在控制人类的心灵？佛教方面，念诵佛经是否真能六根清净，消除业报？号外，我找到了5教共主少龙，在台湾台北，您找到了吗？
欢迎报名参加先天性灵脉轮修行法，五教共主少龙亲自授徒。